悬崖底部为何建有神秘古建筑？两道石门封锁的背后有何不为人知的秘密？古庙为何建在深山老林？洞中的残垣断壁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老人说的抓龙事件究竟是真是假？今天让我们走进龙王古洞，见证古人留下来的未解之谜。老人跟我说，这个龙王古洞就在这条溪的源头。我们这时候顺着这个溪流一直往上走，然后再爬一点小山路，就可以到那个洞口了。过去只要1个多小时，我们快马加鞭。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看一下那个龙王古洞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我们沿河只走了1公里多，然后就找到了这个老人说的这条小路。我们这时候就从这个丛林当中一直往上爬，然后爬到那个悬崖底部了，就可以到那个龙王古洞的洞口。好，继续前进。我们是一行3人哎，出发。山间溪流让我忍不住喝上几口。甘甜解渴。我们继续出发。这里就能够看到龙王洞的这个旁边的这个土墙了看到没有？那里有土木结构的那个古墙，然后这里是有了石台阶，刚才一直都是泥巴路，这时候有台阶了。好，我们继续出发。哇塞，就在前面，就在前面。让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恢宏的建筑。哇塞，这里就是那个石门。天哪，青石的，这可不是水泥砖哦，这是石头。这1道石门，2道石门，还好没被锁住哇塞，那个上面还有8卦，第1个是坎卦，第2个是兑卦，第3个是离卦，再一个是看不清楚好，我们这时候就来仔细的观察一下。从这个门头上面的卦象来看，这应该是道教的庙宇之类的。从这个地上散落的这些条状的青石可以看出这边的第1道门呢是已经被损毁了，旁边的墙应该是拆走了。然后再看那边的那个土房子，那个土木结构的房子，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那个墙角石就是这个青石这就足以说明呢，应该是这个庙废弃之后起的这个土木结构的房子。大家也知道，这个土木结构的房子呢，在我们鄂西南山区60、70年代是比较盛行。也就是说，这个古庙的话，在世上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可以看到，这全部都是拿的这个青石墙来做的这个墙角石这个洞的主体结构呢是因地制宜，依山而建。然后这边有个古建筑，我这时候就进去一探究竟。什么？地骨牛？这个东西很贵的呀。他走了。我们先到这个房子里面去看一下它的结构。哇，这房子并不大，它的直径大概只有4米，长度大概是一个20多米。这边有一个古老的灶台，然后这边是一个寝室，应该是一个寝室那边应该是一个红薯窖还是什么，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山室青石铸造而成的这个龙尾看起来是栩栩如生。这边还有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回形纹，看起来都是非常古朴的感觉。这边还有隶书“宜兄宜弟，其为人之本意，之本心”这边有一个麒麟图案，然后这个上面有一个红出黑进的这样一个8卦太极图案。这边也是一只瑞兽。这个地上有很多何首乌的叶子。哇塞，龙王洞3个大字。天哪，这里面是个洞穴那边有个古庙，那边还有几尊佛还是什么，
这全部都是石头精雕而成。这边还有一个门耳，这个应该是有石门在这里，但是石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哇塞，这个工艺不得了啊！石墙的这个构造啊，是特别的巧妙。它这个采用了这个错缝的砌石工艺，这边已经脱落了一块啊，可以看到它是从里面这个缝是看不到外面的，实际上整个缝呢是错开的。这个比较的考究，我们再到洞的深处去看一看。主洞道是从左边往里面前进的，这边呢有几尊被毁坏的佛像。这个佛像看起来特别的精致。这里面还有一个房子，春夏秋冬什么睡什么，里面还有壁画。哇塞，这壁画好精美啊！快来看，精美的壁画。这个也是石头房子啊，可以看到在这个墙皮后面呢，依然是这个被雕琢的很精致的这个青石。这个里面已经垮方了。这里还有一只瑞兽，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模样。上面有一根横梁，这个横梁看起来像红木。那边依然是这个壁画。在这个庙的正中间有一个双耳三足香炉，这个看起来非常的古老，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在这个墙的旁边有一个刻有莲花图案的石台子，这个可能是当时的拜台。这边有台阶，我们就去上面一探究竟。这边有很多这个倒塌的青石，这里还有碑。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关圣大帝御作。哦，原来如此，这是一个关帝庙。想不到在这个大山深处还能够看到这个关帝庙，全部都是残垣断壁。这边石像也是被毁了，没有头了。这边还有一个彩绘的石像。哇塞，我们看这个细节，手指甲都雕琢的栩栩如生。这边是有这个朱砂工艺，以及跟那个景泰蓝一样的这个彩绘工艺，看起来特别的精致。继续往前面看，哇塞，这里又是一尊这个彩色的石像。哇塞，洞道看起来还很深邃啊。咱们看这边，这边也是彩绘的石像。这应该就是古时候的一个关帝庙，但是鉴于这个深山老林呢，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因为这个深山老林人烟比较稀少，香火呢肯定是不是特别的旺盛。石像上面留存的色彩最丰富的就是这个红色，这红色应该是朱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雕工，它的古人服饰是栩栩如生啊。然后再看这个石头呢，是典型的石灰岩。它这个石灰岩中间有这个钙化的石英岩层，石英岩层它这个石头雕琢起来的难度是非常的大的，它不像那个砂砾岩，这种石头很坚硬，然后非常的脆。如果是稍不留神的话，一个疏忽，这整尊石像呢都是前功尽弃。这个足以说明我们古时候的石匠啊，它的工艺是非常的考究。石像上面的这个祥云瑞兽雕琢的非常的精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洞道的两边呢是布满了这个被损坏的石像，不知道是何种原因，在历史上的某一天呢，突然是这个关帝庙了遭遇了一场浩劫，所有的石像都被敲掉了，然后
这时候我们就不过多的纠结了，我们继续往洞道的深处前进，看看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风景。我们继续前进，出发。非常大的蝙蝠从里面飞出，哎呀嘿，差点撞到我的头，好大的蝙蝠啊！咱们这时候就下去一探究竟。哇塞，好多的蝙蝠啊！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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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走，我们继续前进。进入这个洞。这个洞道的旁边呢，有这样一个坑洞。这个仿佛是在这里埋葬过什么东西，有可能是宝藏啊。这个洞道旁边有很多这个夜明砂，也就是蝙蝠的粪便。这个是一味中药，但是气味非常的刺鼻。白天进洞就是这样，它会有很多蝙蝠在洞中栖息，但是这个蝙蝠是非常安全的，它是不会伤人的。这个裂缝太狭窄了，然后这里呢，这个洞道也很狭窄，人进不去了。也就是说，这个洞我们走到了尽头。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到尽头了吗？到尽头了，这进不去了。进不去了吗？对。哇塞，那里有一只壁虎，然后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壁画上面，它是有很多这种用的比较细致的这个刻刀刻出来了，有这个花纹，然后还有这种点点，这种点点已经褪色了，不知道最开始是什么模样。但是现在这个红色呢，依旧看起来是比较鲜艳夺目。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兔耳头，依然看起来是比较的坚固啊。哇，这个金属的东西掉下去了，看一下看一下，什么玩意儿？铜镜，看到没？镜子啊，而且氧化特别严重的那种。青铜的吗？不是，应该是铜的吧，很重啊。你看上面都已经有很厚的铜锈了，看到没？铜，你拿上来，我把它放回原位。那个是明镜高悬，应该是。对。所有的门头都有那种。哎。会。哇塞。很精致。这里有一面铜镜呢。刚才我这样搞下去了，延伸了很厚的锈，差点就摔坏了。它是放在，它应该是放在这里的，刚才没注意啊。应该是这样放着的，然后那边的那个兔耳已经完全不见了。咱们看这个上面啊，依然是这个用细砧子雕琢的石头，这个上面都是有这个浮雕花纹，特别的精致。这一整面墙都是由这个青石铸造而成。这个镜子我是放回原位了啊，这时候呢我们就下去看一看，原路返回。今天咱们的龙王古洞探索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啊。在里面呢是没有发现老人说的那个抓龙的什么遗迹，那个洞太小了。即便是有龙的话，那个洞道太小了，你应该在里面也是无法生存。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美好的夙愿罢了。然后在这个洞的那个耳子上面是发现了有一面铜镜，古铜镜。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喜欢户外的别忘了点点关注，喜欢探秘追踪的别忘了点点关注，拜拜。你知道挣100万有多容易吗？这里是贵州深山的一处神秘天书，当地学者无法解得其中奥秘，悬赏100万，邀各地有识之士破解天书文字。今日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参悟安胜赛假山洪崖天书之谜。兄弟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不探100米天坑，也不看悬崖古寨，我们为了获得人生第一个100万呢，来到了贵州洪崖天书的山脚下。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啊，我们一起去解读这个悬赏100万的洪崖天书之谜。好了，接下来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我们出发吧。被誉为洪崖天书的这一面摩崖石刻，
就在我手指的这边岩壁之下。我们现在呢，就随这条小道去一探究竟。然后在这个旁边呢，发现了一株多花木兰，这个羊吃了比较好啊，会高寿，我靠，寿终正寝。这个一般多用为牧草，实际上它也是一味中药材。来看，它就长这个样子。好，不多纠结，我们继续前进。这里又发现了这个盐肤木，这个又叫五辈子树啊。为什么叫盐肤木呢？就是因为在以前啊，生活相当困苦的时候，有那个贫苦的老百姓呢，就将这个盐肤木的果实啊，它上面是有一层白色的霜，然后把这个果实栽到那个开水里面呢，去穿一下水，然后剩下那个水呢，里面就会把那个果实上面的霜给弄下来，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煮啊、提纯，最后留下那个粉末啊，有咸咸的味道，就可以作为盐啊来使用了。这个就是盐肤木的由来。这跟我们今天的探秘啊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说看到了就想说一下。有人说这个红牙天书啊，它是这个朱允炆啊，为了召集旧部对抗朱棣写下的这样一篇磨牙密码。也有人说它是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啊，这个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接下来呢，我们只有看到了这个红牙天书的真迹啊，才能够去仔细的研究，去揣摩，看能否得到这个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再有大家有什么见解的也可以提出来，我们见者有份啊，大家一起分，好不好？这就是传说中的红牙天书。我的天哪，这个感觉像武功秘籍一样。这就是狗蛋当年侠客行。侠客行，对，我看也像侠客行啊。我看就是侠客行里面狗蛋练的武功秘籍，我靠。这里有写的36年。真红的。我靠，终于有人来认识了。这个有什么？感觉没认清楚啊。咱们看到这个红牙天书，它整体的篇幅是非常巨大的，差不多是6米多长，然后1.5米高。曾经有人他这样翻译了这个文字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有燕反之心，破阵殉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失衡，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服燕魔，做阶下囚，丙午年，夹天下之凤凰。我认为啊，这个学者的这个解释啊，还是比较牵强的，因为在这里我来分析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右边这个石刻，它是相对来说更苍劲有力，看着像隶书，然后刻的也要深一些，差不多这每一个笔画都是刻进去了，入木3分啊，差不多有这个样子。然后在后面这里能够认清字的，大概是什么36年啊，这些字体呢就非常的浅了。差不多就只有1公分左右了。我分析这边的和这边的，它并不是一起的，这应该不是同时刻下了这个篇幅，而这整篇的这一大片啊，应该是500-600年前，也就是说真有可能是那个朱允炆当时在这里命他的部下在这里刻下了这个召集旧部的这样一个磨牙天书密诏。这个字有点像一个像个林，我觉得像个林，就是欢迎光临的临啊，感觉有一点像啊。它差不多是有2指来深，看到没有？刻的是苍劲有力啊。然后这边呢，看着就像一个印章的小篆体，但是我不太认识哈。这边有石凡，这个应该是一个细字或者是能字啊。这几个字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浅了。可以看到，这只有一个小直妹深，是不是？而且这整个篇幅呢都是比较浅的，所以说这2幅字啊不是同一时代刻下的。整体的篇幅看起来呢也并不像武功秘籍啊，因为我们看过《侠客行》，那里面的刻的文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这应该不是武功秘籍。然后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还有2幅啊，还有2幅，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就厉害了，这右下角呢完全像一个道家的符文啊，完全看不懂。然后那个最大的字呢，看着像一个酉啊，像一个酉，就是申酉戌亥的酉。聪明的你们能知道这其中的含义吗？反正我是感觉有点懵。我唯一知道这个上面好像是一只大象啊，但是这个有7条腿啊，算一个鼻子却还有6条腿，算个尾巴
还有5条腿，所以这个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现在呢时间也不早了，然后看来这个100万是挣不到了。我看了一下，就几个字我还是认识的啊。这个时光的时我是认识的，还有这个红牙古字、古子、红牙古子这几个字我是认识的。再还有这个卤菜的卤，感觉有点像；豉油的油有点像。别的嘞，这里有一个圆圈，这里是个圆圈，这边是一个长方形啊，这个我是认识的。别的我就基本上就是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了，这样一种状态。好了，我们今天又错过了100万，看这个聪明的网友们啊，能否为我们解答这个红牙天数的奥秘。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